第一次以參展商嘅身份去參展每年一次嘅香港鐘錶展，第一次籌備兩格嘅 booth， 慶幸背後有牌子嘅支持啦。第一次最實在咁由 online YouTube 嘅平台走到 offline， 同大家面對面咁交流，成個過程呢，其實就好緊張嘅。始終自己真係未做過呢樣嘢呢，亦都唔係自己嘅專業範圍，但對我嚟講呢，絕對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經驗，亦都係對我 channel 嘅一個支持。其他人可能覺得都唔係啲咩特別嘅事啊，但我自己已經覺得係一個里程碑啦。咁今集呢，當然會介紹一下香港鐘錶展嘅一啲資料啦，到底我係展出一啲咩嘅牌子呢，以及分享一下籌備嘅呢個過程嘅一啲點滴，內容非常之豐富。未睇片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先俾個 like 啊！咁首先都要介紹一下呢個錶展先，係一年一度由香港貿發局舉辦嘅，分咗兩個展，其實就一個係傳統嘅香港鐘錶展啦，喺1樓嘅，今年都已經係第44屆，主要其實就 B2B 嘅，係鐘錶生產商嘅一個展區。喺呢一層呢，你完全會明白到製造一隻手錶由零去到最後嗰個包裝盒呢，唔同嘅工序、唔同嘅過程都可以喺呢一個展度揾到嘅。而另一個呢，就叫做國際名錶會水啦 Salon de Time 啦，就喺3樓嘅，今年都第13屆噶啦。相比之下呢，就比較新，同時針對 B2B 同埋 B2C 嘅。雖然係兩個唔同嘅展啦，不過我哋都習慣叫佢做鐘錶展啦。同時已經包括咗呢兩個展嘅啦，因為個展覽個日期同時間都係一模一樣。而我哋 Watch Catalog 嘅 booth 呢，就係坐落喺3樓嘅 Salon de Time 嗰度，所以更加比較適合一啲錶迷啦，同埋普羅大眾去參觀嘅。人流都會比較多，自然亦都會比1樓熱鬧得多嘅。1樓嘅鐘錶展呢，其實係需要以一個公司嘅名義去註冊，就可以免費參觀噶啦。3樓嘅話呢，公眾都係免費入場嘅，入場參觀一下，感受一下唔同牌子嘅一啲創意，一定可以令到你大開眼界啊！絕對有趣過嗰啲呢買唔起超名貴嘅錶展啦。喺呢度呢，都可以足足消磨你大半個下晝噶。其實都好多錶迷已經知道呢個展嘅，但係比較多我諗都誤會咗呢個錶展。我諗喺呢度呢，都絕對要平反一下。最常聽到嘅就係呢，都唔係嗰啲咩名貴手錶展，有咩好參觀啊？其實咁樣講呢，都幾冇道理嘅。一直以嚟呢個展其實都唔係嗰個目的嘅。既然係貿發局舉辦嘅，顧名思義就係推廣貿易發展噶啦。鐘錶嘅世界其實好廣闊嘅，唔係淨係得嗰啲名貴手錶先算係錶嘅。反而有啲中價以及一啲入門定位嘅牌子，都一樣用心咁去做錶，都會喺呢度展出。大家有所不知，有好多好出名嘅牌子呢，都曾經喺呢個鐘錶展大展過拳腳㗎。而另外上2年呢，都已經拍咗唔少嘅對上2屆一啲香港鐘錶展嘅介紹啦，都非常值得大家去先重溫一下，咁就可以預先更加了解到呢個展嘅一啲基本資料啦。至於點解無啦啦又走咗去參展呢？咁就大概由個 channel 開始講起啦。2021年膽粗粗咁開始咗呢個 channel 啦。自問其實當時都係學下 digital 嘅世界，同埋逼自己啦，做一啲唔同嘅嘗試啦。4年嘅過去啦，算係有輕微嘅一啲名氣啦。其實2023年同埋2024年呢，貿發局都已經好好噶啦，好重視我哋呢啲 media 嘅初哥，都有研究過差唔多嘅議題。只係能夠講當時嗰時機呢未成熟啦，上2年呢都未有成事。2025年啦，今年終於踏出呢一步。咁呢度首先再多謝香港貿發局嘅支持啦。咁我就開始去揾一啲合作嘅牌子啦。慶幸喺江湖之間呢都有2個大牌子嘅 party 支持小弟嘅 channel， 令到我第一次參展啦就可以有2個面積12米嘅。嗱，最細嗰個係得9米嘅啫。咁所以喺呢度呢，我總共有24米嘅，絕對係一個唔細嘅面積嚟噶啦。對自己嚟講，絕對係一個好鼓舞嘅消息啦。就算幾辛苦都好，幾忙都好，我都會抽時間全程出現咗喺呢個 booth 度，希望同標迷見下面，交流一下心得啦。當中嘅 booth 呢嘅其中一邊呢，係多年合作嘅一個代理嘅朋友啦。佢一開始已經好撐我呢一個計劃噶啦。佢話就算去到最尾冇其他牌子，佢都一樣會包我一個 booth 嘅。咁呢個 booth 有3個瑞士嘅牌子啦，分別係 Squalet 啦、ZRC 同埋 OW 啦。Squalet 嘅話呢，其實我諗有啲標迷應該都聽過。另外2個就可能比較冷門一啲，
都算係第一次進軍香港嘅市場嘅。其實呢次嘅標展過後呢，就正式進軍香港市場噶啦。慶幸香港仲有呢一啲咁熱心嘅代理，專程喺4月瑞士標展嗰陣時呢，都飛咗過去瑞士，同時間喺瑞士嗰度呢傾翻嚟香港，令到香港嘅標迷呢有福啦，可以玩到更加多、更加闊嘅手錶牌子。而 Booth 嘅另一邊呢，就係嚟自香港嘅 Low Identity， 我都曾經拍過啲片介紹佢哋噶啦。我自己其實都買過一隻嘅，一個玩味到極點嘅一個牌子，同一個香港加拿大籍嘅藝術家 Labette 聯成噶啦，創意無限。就算呢唔係個個識得欣賞佢哋，但係不得不承認客觀嘅事實就係咧，呢個牌子嘅知名度呢，簡直係極速咁增長啊！牌子呢一方面都極力支持小弟嘅呢個 booth， 所以最後呢就造就咗呢兩個 booth 嘅注意啦。再一次感謝呢兩個牌子啦，呢兩個 party 啦嘅鼎力支持啦。所以最後就貿貿然咁去參展，第一次做，基本上真係好多嘢都唔識。無論揀 booth 嘅位置啊，連報名都唔知，原來一個好 proper 嘅報名嘅過程。慶幸貿發局嘅朋友都好 nice， 一步一步咁 lead 住我呢個初哥啦，籌備翻啲 details 啊、promotional 嗰啲 materials 等等啦。再次多謝貿發局嘅呢班朋友，我覺得佢哋好犀利，因為其實貿發局做嘅展覽呢，即係一個接一個，所有流程啊、文件都好有條理。而我自己都要呢刻呢都籌備緊出 post 去宣傳自己嘅 booth， 另外都要準備呢一條片，因為我本身呢其實都有其他嘅 YouTube 片呢進行中嘅，再加埋呢個 project 呢，真係非一般人可以想像嗰份嘅壓力啊！始終係第一次做，好擔心做得唔好。出片嘅呢一刻呢，我諗就係籌備緊嗰個 booth 點樣去進場嘅一啲細節啦。咁以下就係一啲關於我哋喺標展嘅資料啦。嗱，標展嘅日期就係今年嘅9月2號去到9月6號嘅。2號去到5號嘅開放時間呢，就係早上10點去到夜晚7點嘅。9月6號呢，就係星期六嚟嘅，時間就係早上10點去到夜晚6點。記得留意啦，最尾嗰日呢係少一個鐘嘅。我諗因為相信好多朋友仔呢應該都會選擇喺星期六嗰度參觀嘅。我哋嘅 booth 呢，就喺3樓 Salon de Time 嘅 B15。B15 咧，其實就係一個歐洲區啦，叫做同埋 Michael Brand 之間嘅一個交界，比較接近Swiss Pavilion 嘅呢個位置，即係一個瑞士館嘅附近啦。位置上我自己覺得係幾唔錯嘅。咁當然最重要就係嚟參觀我哋嘅 booth 啦，支持一下 Watch Catalog， 更加值得支持我嘅嗰4個牌子啊，亦都支持一下香港嘅呢個鐘錶展。現場亦都會有一個簡單嘅 Lucky Draw，送出一啲標迷都會覺得實用嘅小禮物，希望呢條片令到原本對標展有誤解嘅人有一個重新嘅演繹。睇到我嘅 channel， 我諗大家都係標迷標友噶啦，都希望你哋嚟參觀一下，就算從來冇參觀又好，每年參觀都好，希望經過3樓嘅 B15 揾一揾我哋嘅 booth 去了解下到底 Watch Catalog 嘅本人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我哋到時亦都可以交流更加多玩錶嘅一啲心得，希望到時見到你啦，拜拜。